位於北海道西海岸嘅小樽係一個非常浪漫嘅小市鎮，歐式嘅建築物散發住濃厚嘅歷史氣息之餘，亦為呢度增添咗優雅嘅氣氛。整個小市鎮充滿咗玻璃製造工場，猶如夢幻嘅玻璃之城。而有名嘅小樽運河、界丁通商店街、洋果子店等，都令人目不暇給。JR 東改札口呢度，我哋側邊呢就會有得賣飛。呢個位呢就有新聞處啦，跟住嗰度隔離呢就有得賣飛嘅，咁就可以買完飛之後呢，就去呢個位度搭車。我哋呢就會去4號站搭車。由札幌去小樽可以搭巴士，亦可以搭鐵路。JR 函館本線有分快車同埋慢車，車程大概35分鐘至到55分鐘。佢有分指定席同埋自由席。由於我哋先食午餐，所以就喺南小樽站落車。好，我哋呢就喺南小樽站落車，然之後行大概3分鐘到就可以嚟到呢間鋪頭。呢間純素蕎麥麵店主打無添加。呢個係日式鮮淮山煎麵，微微帶有啲辛辣。店家只會用菇菌、昆布等天然食材作為基調，亦唔會落任何糖或者蜜糖。呢個係胡麻尖醬煎麵，但比我預想中嘅充滿胡麻香氣嘅尖醬仲差一啲啲。呢個係醬油蕎麥麵，所有食材其實非常天然，但係調味就略為欠奉，所以大概10分裏邊我會俾6.5分。小樽音樂盒堂本館建於大正4年，即係1915年。所有內裏嘅建築建設仍然睇得出歐式嘅典雅，亦都係小樽市指定嘅歷史性建築物。呢度有各式各樣嘅音樂盒，日式、歐美款式、陶瓷、玻璃、木製等，令人眼花繚亂。而館內亦有呢個展示古典樂器嘅小型博物館。最印象深刻嘅就係有過百年歷史嘅音樂盒，非常有驚喜。呢個高大嘅蒸汽鐘係由加拿大著名嘅鐘錶工匠以青銅打造，同溫哥華嘅蒸汽鐘其實係姊妹鐘。呢度就係童話路口。佢最顯眼嘅，除咗 Lutao 本店3層高嘅西洋建築之外，佢播出嚟嘅音樂仲同蒸汽鐘互相呼應，感覺非常之浪漫。小樽洋果子鋪 Lutao 本店，高塔式嘅建築帶有濃濃嘅歐洲風格，令人印象深刻。北果樓亦係北海道嘅洋果子名店，妖精之心年輪蛋糕係必買手信之一。除咗因為係佢哋嘅始創商品之外，亦都係因為堅持選用北海道嘅小麥、生魚、
雞蛋等食材新鮮製作，所以遠近馳名。呢一杯軟雪糕真係超好味啊！佢非常之圓滑香濃，係我喺北海道食過咁多杯雪糕之中最好食嘅，10分滿分我會俾9.1分。綠花亭係北海道其中一間最老字號嘅洋果子店，1933年已經設立。佢有好多主力產品，而我覺得佢嘅產品全部都非常之優質。小樽有唔少歷史建築，其中北一哨子3號館嘅北一廳係利用明治時期當地漁業用嘅倉庫改建，而家就係一間咖啡廳。北一廳由石油燈照明，全部亦都有過百年嘅歷史，好有復古嘅氛圍。但係由於石油燈嘅關係，令到室內充滿咗煤油嘅味道。我只係短短逗留幾分鐘就已經有啲頭暈，所以就冇喺呢間餐廳度用餐啦。呢條就係小樽嘅界丁通商店街。界丁通係喺小樽運河對面嘅主要街道，係一條由明治時期到昭和初期得到大力發展嘅街區。商店街全長大概1300公尺，由童話十字路口一直延伸到日銀通。呢度仲至今保留咗好多當時嘅建築同埋石砌嘅西式建築、倉庫等等，非常之充滿懷舊嘅氣氛。睇到呢個直張軟雪糕，當然要試下啦。不過我自己覺得佢冇牛奶雪糕嚟得咁好食，所以10分滿分嘅話，我俾7.5分。呢度係小樽出世前廣場，雖然佢叫廣場，但係其實係一條街。佢係充滿懷舊復古嘅街景，建築嘅前身係大概120年前建造嘅乳品館。呢度而家係有好多餐廳同埋藥妝店、賓館等等，亦都有歷史嘅博物館。而夏天嘅時候就會有好多油紙傘喺呢度裝飾，非常之浪漫同埋靚。小樽運河係小樽代表性嘅觀光景點之一。佢喺大正12年，即係1923年完工。而家運河一帶建設成為散步嘅步道同埋街道嘅廣場。而每當日落嘅時分，63盞汽油燈就會亮着，令呢度充滿復古嘅氛圍。呢度就係出拔小路。嚟到呢度，記住上去呢個塔度遠望小樽運河。我覺得小樽真係一個好浪漫嘅城市，佢有好迷人嘅風景，而且佢嘅建築亦都非常之古典。除咗小樽運河、玻璃工藝等等。有時間嘅話，亦都可以去小樽嘅天狗山，可以睇到整個嘅小樽市同埋海洋嘅美景。小樽擁有浪漫嘅氛圍同埋獨特嘅文化，所以去到北海道嘅話，我絕對推薦一去呢個地方。多謝你睇完呢條片，希望你鍾意今次我嘅行程分享。臨走之前記得 like、comment 同埋 share 我呢條片，仲有 subscribe 我嘅 YouTube 同埋 IG 素人教主嘅頻道，撳埋側邊嘅鐘仔，咁我有新片嘅話就會第一時間通知你㗎喇。